外卖迟到了半小时，汤洒了一袋子，还没人给处理问题，我一怒之下给了差评。1个小时后，商家发来消息，亲亲，不好意思影响您的用餐体验了，这个处理结果您满意吗？他随后发来一张图片，是一个人，他的五官全没了，头倒插在装满热水的锅里。我马上就要到您家了，希望能说服您撤回差评呢。我妹大学毕业以后，就在她学校所在的城市找了份工作，因为是才毕业，没多少钱，就租了个便宜的房子。她刚搬进来，就碰上了个热心的好大哥，叫钱磊。钱磊经常说，因为自己有一个女儿，所以特别能共情小姑娘的难处，理解女孩的一个人打拼的不容易。我妹住的房里家电经常坏，钱磊就经常帮我妹修，我妹要给他钱，他也不要，就叫我妹帮他女儿补课就行。一去二来，他们越来越熟络。钱磊看时机成熟了，就在我妹给他女儿补完最后一节课的那天，把我妹迷奸了。我知道这事后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当即要带我妹去报警。我妹男朋友林秋实也表示支持，我妹却拒绝了。她哭着告诉我们，她住的那栋楼没有监控，钱磊那一家子是不可能作证的。钱磊拍了迷奸我妹的视频，等我妹醒了，又强迫我妹把视频看完了。视频中，钱磊自身对她没有真正的插入行为，他是戴着手套用各种恶心的玩具玩她的。我妹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也没有任何体液。钱磊嚣张地告诉我妹，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，我妹去报警也是没用的。他笑嘻嘻地劝我妹看开点，要努力生活，就当是被狗咬了一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反正我妹又不是处女了。我偷偷咨询了很多律师，也问了当警察的朋友，得到的结果都是坏的。我妹这种情况立案的概率都渺茫。发生这种事后，我妹就回老家了。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，去医院检查了，是重度抑郁。一天清晨，她自杀了。收拾她的遗物的时候，我发现了她手机上与张雪的聊天记录。原来我妹被迷奸的那天是有目击证人的。我妹在有意识的时候曾向张雪求过助，想让张雪帮忙报一下警，但张雪拒绝了。随后我妹就被追上来的钱磊抓回去了。不是大姐，我和你非亲非故，为什么一定要帮你报警？你别搞笑了，也别再道德绑架了。就算报警成功了又怎么样？他那个情况，当时又没对你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重的伤害，顶多派出所里关几天，批评教育一下。他当时都看到我了，如果我报警了，他肯定知道是我，万一他出来以后报复我呢？我在这里又没有亲人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告他告赢了，他被判了刑，又能关几年？能不能不要再提那天的事情了？也别到处和别人说我看到过什么的。别哭哭啼啼的卖惨了，我看着心里怪不舒服的。而且这件事你仔细想想，不觉得自己也有错吗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算我求了你，别再找我了，我是真的怕呀。我妹隔了几个小时后给他回复了句抱歉。1周后，张雪又发来了消息，她给我妹赚了200块钱。我也没什么钱，你别嫌少收着吧。那天我说话的语气太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但话糙理不糙，你也仔细想想。你也别觉得只有自己是受害者，我也挺委屈的，也算半个受害者。这些天觉都睡不好了，你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揪着不放了。自己心里要强大，流言蜚语都不怕。往事暗沉不可追，来日之路光明灿烂。祝好，礼貌护山。还有再说一次，我不会去作证的，别说我看到过，我会骂人的。这最后的消息，我妹再也看不到了，因为她已经死了。我其实还挺赞同张雪有一句话的，就算判了钱磊强奸，又能关他几年？我要亲自来。我去了我妹遇害的城市，经过一些调查，我发现钱磊那家伙是个惯犯，受害者不止我妹一个。他的妻子对这事儿还挺骄傲的，认为钱磊玩了不花钱的东西，还能把拍的视频卖钱，也动摇不了他嫡妻的地位。他女儿则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态度，尽管我妹无偿教了他那么多天，他学习进步了，我妹还拿微薄的工资给他买礼物。我还在那栋楼里发现了不得了的人物，李伟父子。李伟在跑外卖，他爸给人打扫卫生，居然不杀人了。调查了一天，我有些饿了，去了当地一家有名的螺蛳粉店，店家正在骂人，一个女孩穿得跟只骚狐狸似的，不害臊，没教养的东西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朋友穿的哪里不正常了？就普通的吊带裙。你也是女的，怎么对女性的恶意这么大？我对店家好言相劝，劝他不要这样说话，会吃亏的。店家连我也骂了进去，张口就是贱货、烂货。一个绝妙计划在我脑子里形成。我搬进了我妹住的那栋楼，果然第一天，热心的邻居大哥钱磊就开始对我献殷勤了。计划开始后，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怎么才能保证那天是李伟接的单呢？虽然我们这个城市比较小，通宵经营的店很少，骑手也少，李伟接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，可是怎么才能万无一失呢？天无绝人之路。林秋实，我妹生前的男朋友，居然在那片区域当某团的站长。我把计划删删减减地告诉了他，问他明晚的订单能不能一定让李伟送。林秋实沉默了良久，才开口道：“你疯了。”他转身就走，经过我时又小声说了句：“
注意安全。我不知道林秋实到底有没有操作，还是纯粹的巧合。那天晚上的外卖是由李伟送的，他迟到了半小时，汤还洒了一袋子，正合我意，要不然还要我自己把它弄洒，才能顺理成章的给差评。李伟一直给我解释，肯定是商家没包装好，求我撤回差评。我没理他。在等待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李伟会不会去找商家理论，想到商家上次无缘无故骂别人的样子，真为他担心呀，也真心希望他能听我的劝，改改脾气。毕竟李伟可不是什么好人。1个小时后，我收到了骑手的消息，我马上就要到您家了，希望能说服您撤回差评。差评呢？我喝了好几口水，强迫自己镇静下来。正宇，现在你要以一个局外人的思维行动，千万不能以什么都知道的思维行动，要害怕，要惊恐，还要带一丝愚蠢。我不知道对面那头是骑手李伟，也不知道商家已经遇害。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人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呢？首先是不相信，给他回敬2张加椰子的图片，然后是后怕，想报警，但想到自己也给人家发过鬼图，遂放弃。邻居大哥遇害，我很害怕。骑手发来消息告诉我他已经报警，我有点不相信，觉得应该自己再报一遍，但苦于没有信号，毕竟不是人人都知道没有信号也能报警呢。所以我没能及时报警，让张雪陷入危险也很正常呢。邻居大哥的局是死局，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，他们一家今夜必死无疑。看着邻居大哥发来的消息，我痛快极了。他发的消息有些是没有标点的，那应该是李伟自己拿他手机发的。后面有一些带标点的，应该是李伟见我不上当，逼迫邻居大哥自己想办法骗我出来，由邻居大哥自己发的。邻居大哥应该很害怕吧？有没有我妹妹当时那么害怕呢？张雪的局是活局，刚刚那么大的动静，这栋楼里肯定会有人听到，如果有人报警的话，张雪就不会死了，事情就到此结束了。就像那天我妹求他报警一样，如果没有人报警，也希望张雪她不要怨恨，毕竟这栋楼里的住户都与她非亲非故的。这栋楼没有封窗，可以靠阳台爬下来，门也很老了，住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换了门。张雪经济拮据，没换门，那门拿银行卡之类的卡片一刷就开了。当然李伟他爸也在4楼，可以绕个圈子爬下来，但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？费那么大劲儿爬下来，还不如直接杀了一个人住的张雪，要来的轻松，来的愉快。在老家的时候，他俩可是以杀人为乐的，反正都已经开始杀人了，杀一个又和杀2个有什么区别？李伟他爸可憋久了。张雪死了之后，我与骑手展开了追逐战。信号恢复后，我在衣柜里报了警，百密一疏，犯了个蠢，忘记开静音了。不过这才像有点蠢蠢的倒霉蛋，而不是幕后策划者了。逃跑过程中，李伟他爸居然给我开门了，这是想干嘛？想玩弄一下猎物，再杀死。我将计就计，跟着李伟他爸进房了。毕竟那个时候与他撕破脸，对我没有任何好处。李伟还在后面追。我观察过，李伟他爸住的那个户型正下方有一个很高的雨棚，到时候我可以跳下去，也许还会不幸撞到脑袋，然后失去某一部分记忆。窗户从外面看也是普通的那种，普通家用的窗户一般来说都是能从里面直接打开的，锁了的话也只是从外面打不开。用钥匙锁的窗户还是在少数，一般是安装在有小孩的家庭。李伟他家看着也挺拮据的，应该不会多花钱去安装这个。警察出警应该不会超过10分钟，我在短信里写的那么严重，应该会更快。李伟他爸和我侃侃而谈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时间。看了眼楼下的警察，我知道到时间了。我随便炸了他句，故作惊恐，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李伟他爸可能是以为我发现了，也有可能是玩够了想直接杀了我，他直接告诉我是他儿子告诉他的，完全忘记我刚刚已经给他说过这事了。我打开窗户跳了下去，一个年轻的小警察怀疑我了，他和我说了一大通话。我指了指自己缠着白纱的头，警官，你刚刚提出的那些问题，我也很想配合你回答，但是我的脑袋受伤了，医生说可能会影响记忆，有很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。郑宇，你现在要以头部遭受重击、精神受到刺激、失去部分记忆的人的思维来行动。该找个什么理由见一面邻居大哥的女儿呢？见了之后，我才能做最后的决定。